大家好呀，我是花散里。在此之前呢，我的会员视频大部分都是顾虑到 B 站或者是抖音的审核机制，而这个视频是我第一次挑战因为顾虑到油管的黄标机制而移至会员频道的视频。今天我想要从阿 K 的网易事件开始，和大家探讨一下润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得认识到，所谓的润，也就是移居海外，对于国内的工薪阶层们并非是那么简单。它对于我们最大的考验呢，我认为是在对现实感的认知上面。其次呀，在当下这个充满分歧的世界里，坚守基本的道德底线显得尤为的重要。这样的人更容易在异国他乡找到立足之地，而不利于熟人社会的生存。首先来谈谈现实感的重要性。那不少想要移居海外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一种错觉，认为离开国内的压力和困境，就能迎来海外的美好生活，仿佛海外生活就是童话一般的存在。那更有甚者，他们以为只要踏出了国门，就能摆脱一切看不惯的身边的束缚，这其实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宇宙的基本物理规律都是通用的，对吧？人体需要化学反应来获取能量，所有的生物都遵循能量守恒的原理。这不是我用语夸张，而是王静女士的遗憾结局原因中，可能确实是有那么一小部分是误会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以至于长期能量输出大于输入，在饿成皮包骨的情况下，仍然频繁地购买零能量的无糖可乐。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经济的规律。移居海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人生的重大决策。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财富，因此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自食其力就成为了必然结果。作为一代移民，必须是要经历一段以无产的自己对抗有产的竞争对手的时期。为了这个阶段的生活标准，了解自己擅长的专业在目标国家的就业前景和收入预期就至关的重要。我们最常能看到的情况呢是，你在某个非社会类的技能上经验丰富，并有一定所在国的外语能力，然后依靠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工资收入开始尝试定居。这种情况可能是留学后直接就职，也可能是利用自己的跨国业务经验转职到了曾经的商业合作机构所在的国家。最典型的呀，是曾经流行一时的赴美软件工程师们，人在纽约刚下飞机，湾区大农村，这些也算是10年前中文互联网上炫耀自己在海外拥有良好的生活水平的金句。而如果你的专业是中文，外语和二外都没有选择想要移民国家的语言，那就业机会可能就很有限了。如果不是带着足以形成现金流的资产到达当地，生活可能并不容易。以王毅女士的情况为例，她的新闻专业高度依赖于汉语，那么迅速移居到日本之后，要用原来的主业技能去找到合适的工作和维持生活是非常的困难。一些人可能认为可以选择低端的工作，比如餐厅侍应呀，或者是超市的收银员，但是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工作的收入真的非常低，且极大可能是不能给你合法的工作身份的，那收入将会变得更加的微薄，更加难以自给自足。对于那些专业不对口的人士，特别是那些非技术类的管理人才，确实是很困难。曾经的网络热门事件皮皮虾就很有代表性。他在国内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电商总监，月收入超过2万元。可是他被移民代理和所谓的朋友所误导，在不了解实情也缺乏英语能力时，就匆忙地偷渡到了美国。结果由于语言的障碍和非法身份，他只能从事低薪的体力劳动。他也不适应当地的日常生活形式，甚至一次医疗就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他的受教育背景与体力劳动的要求也大相径庭，导致其生活陷入了困境，最终不得不负债归国。那对人生而言自然是损失惨重。观众可能觉得我说了很多废话，举这些例子也不像是我的频道一贯的立场，但是上面这些话是必须要说的。上世纪末东欧著名的底线共识，也就是谎言不是对抗说谎者的好武器，一直是我所坚信的。而且大家可能也看出来，我并非是个极端理性的人，反而感性很强，因此也倡导所谓的善政主义，认为善政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而民主宪政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手段之一。这个理念同样适用于个人生活层面，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是合理的目标，而移居海外仅仅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如果移居之后生活品质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看不到生活品质提升增速上的优势，那么这种做法是很难说服自己的。对于那些认为西方制度现代化的国家能够完全避免饥饿的人来说，我需要明确地说清楚，这是一个误解。技术和资源的限制以及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即使是福利体系完善，也难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日本确实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系统，也包括了食物救济，
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完全去掌握每个人的具体需求，仍然有人可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而且这套制度本身也不打算提供时间上无限的救济。王毅女士的故事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日本的社会福利体系。尽管东京有众多免费的食物发放点，但是这些资源并不是人人都能轻易的得知和利用。如果不主动搜索信息或者是询问他人，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救济食物的存在。这就很像新冠疫情时期的免费检测点，即使区一级的政府每个月都会将当地的社会福利的宣传材料递送到每个居民的手中，但是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扫过这个信息的次数也绝不超过5指之数。其中有一次呢，我成功申请到了10斤大米和6斤蔬菜的新年居民礼包，虽然可以领，但是手续非常的繁杂，以至于不想再填写这些表格了。基本上现在我是习惯性的直接把这些册子扔掉。显然实际上我也是错过了很多福利。如果你不懂日语，甚至都没有如实的登记居住信息，那就更无法获得这些社会福利了。这让人想起了清朝的一个笑话，讲述的是一个懒惰的妻子因为不愿意动弹，即使有食物挂在脖子上也会饿死的故事。而日本的这些福利更像是把食物挂在了房梁上，大部分情况你都不想为了这点东西而花费时间去搭梯子，但是当你足够窘迫到需要这些福利的时候，又是可以用来勉强续命的。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他们可能面临着语言障碍、社交障碍、心理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果期望政府像是对待子女那样照顾每一个人，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安装遍布的摄像头，实行严厉的户籍管理，乃至将监控安装到每个人的随身设备上，以此来确保每个人的需要都被满足。但是这样的社会，人们虽然不会饿死，却也失去了希望。连对自己的基本生活选择负责都需要元首的人，又怎么可能被激发出开拓的精神呢？既希望大政府提供全面的照顾，又想要享受小政府带来的个人自由，这两者在技术和逻辑上就是不可兼得的，也就是左右之争嘛。从中国前往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是从左往右走，需要自己承担更多的风险责任，换取更多的机会利益。选择移民到发达国家，选择前往的国家，这些选择本身就是一次风险责任和机会收益。我是不同情房子降价之后大闹售楼部的人所承受的生活损失的性格，因此我就是更适合生活在制度设计更偏右的地方。同样，我也说不上多同情王毅女士的结局，她可以在即将饿死的情况下，依然死死地守住手中价值6000多美元的虚拟货币，这是她非常坚定的选择，应该给予尊重。而在她饿死前1周，她的一位朋友善心大发，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去买吃的，而她拿到这笔钱后，却用来买了一本绝版2手漫画，并且发推说这套漫画一共有8本，剩下的得等到更便宜的时候再买。这其实就已经很像郭美美事件了。如果我是这位朋友的话，自然也会同样的选择不再接济他，因为他还差7本漫画，而我的善心不能被羞辱8次。当然，人是不可能因为贫而饿死的，一定还有足够的令王毅女士从贫开始越来越穷的因素。人在日本的我，大概也猜得到一些令他先贫后穷的东西，而且作为个人内容创作者，我也托大认为王毅女士和我勉强是同业者，说不遗憾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当看到她的推特显示，她为了读专门学校而辞职来日本，但是直到入读语言学校后都不知道专门学校的学费，将大部分的资金都用来购买史币了，而且可能都没有在一所正确的登记个人信息，实在是感觉不到她正确理解了日本的生活。那要说同情也确实不多，换一个长期生活的国家，这是一个对人生很重要的决策，没有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觉悟之前，并不适合潦草的做风险如此大的重大决定。房子价格暴跌然后去闹售楼部，这在日本也一样不会有任何补偿。关键是，如果这栋房子对你的人生真的如此的重要，你当初不应该错误的决定买下它。如果你信了某网红天花乱坠的分析，跟着进了股市，结果股市大跌时，他发的微博说他自己的亏损全是因为自己愚蠢。当你知道他其实是想告诉和你一样的人们，亏了别怪他，要怪就怪自己愚蠢，但还是坦然的接受跟风入市确实是自己的选择，只有自己能够对结果负责时，那么下次你选投资标的时就是真正的投资了。选择长期生活的地方也需要这样的自我责任感。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